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讲一讲生肖蛇，属蛇的，在2025年乙巳年对这个属蛇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为什么特殊？因为这一年属蛇人是值太岁的年份。值太岁就意味着属蛇人在这一年中整体的运势就会有非常大的波动，既有不少的机遇，同时呢也要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因为五行属火的乙巳年与属蛇的人五行这个属火是火性相同的这种图属火的局面会使得这个属蛇生肖的人的能量被激发但也可能会导致的过度的火气引发情绪波动或者压力增大。所谓的这个值太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犯太岁的年份。比如说你属鼠的，到了鼠年，它是值太岁，同时也是犯太岁最厉害的同时犯太岁也是非常厉害。你比如说这马上就要过去的龙，属龙年，那龙它这个在龙年也是犯太岁，同时它也是值太岁，也是犯太岁最厉害的年份。那尤其是2025年它这个有这个犯太岁的有几个属相，比如说和它对冲的年属猪的，属猪的也是犯太岁很厉害的，仅次于这个属蛇犯太岁的这个情况。还有属虎的、属龙的这个属猴的这几个属相在25年都是犯太岁都是犯太岁的。好刚才有网友问本命年犯太岁非要做这个法事化解吗？民间传说穿红色的内衣有什么方法有用吗？就穿红色内衣它有用没有用？好给大家讲解一下本命年犯太岁最好是要做这个道家的这个化解败太岁的法事。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因为乙巳年太岁无随大将军，他掌管天下大事，所有的人事物都得要听他的。你如果不听他的，那肯定你想想他不会给你好果子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拜太岁？我们有句话叫背靠大树好乘凉你在太阳底下你非得不依靠大树站在太阳底下，那只有你自己受罪了。所以我们要做事儿也好，还是做这个当官的都要跟对人，做对事儿。你在公司里边上班也好，那你肯定这个要听领导的这个工作布置安排领导让你往东，你非得往西，那这不就是捣乱吗？那领导肯定也不怎么待见你也不喜欢你。即便你是中层领导，你底下的这个员工他也不会喜欢你，跟着你瞎跑，最后钱也没得到，还挨领导的批评，这就是犯太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拜太岁？拜太岁就是领导我跟着你混多多的照顾我，他就不会给你穿小鞋。所以我们在犯太岁的这个年份里边尽量的要做拜太岁的法事做我们道家正规的拜太岁的法事。还有这个穿红色的衣服内衣，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在犯太岁的这个年份里边，我们尽量的里外都穿上红色的内衣、红色的裤头袜子，甚至或者红色的大衣，冬天可以穿红色大衣，夏天呢也可以穿个 T 恤、背心儿，都要红色的最好了。这也是有用的啊！看来这位这个网友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传统生活的经验你是很棒的。好，我们继续再讲那值太岁它带来的影响不仅呢是体现在个人情绪和生活当中的，还可能影响到这个人的在事业、财运、感情和健康等等方面都会出问题。因此呢，属蛇的在25年这一年要保持这个警惕，合理的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呢要抓住机遇，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突破。那在财运方面它会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由于犯太岁的影响，财运波动也会很大，需要在这一年谨慎的理财，避免冒进。尽管五行火的这个属蛇的人，五行是相同的，也是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这个他的自信心和决策能力，但也会导致在投资或者是财务规划上过于激进，容易这个忽略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尤其是在这个你不熟悉的行业，或者是这个股票、基金、期货，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再小心。但是好在呢，有这个吉星、天德星和福德星的这个关照，财运方面呢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他在与贵人合作或者团队合作的这种项目当中，会有机会得到额外的收入特别的是在与他人合作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稳健的这种财务策略获得不错的回报。那值太岁呢会让这个财运会有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增加，这种可能性。因此呢，就是大额，尤其是大额的投资或者财务规划上面一定要保持理性的谨慎。有凶星的有吉星的关照，同时也会有这个凶星的这种降临。那劫煞星和天恶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财务上的这个挑战，特别呢是突如其来的一些意外的开支，或者是财务的损失，所以需要我们格外的这个小心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刚才我讲了高风险高回报的，你像这个期货这个基金股票避免在短期内进行过多冒险的行为。所以说建议在这一年保持稳健的财务管理避免因为情绪的波动、一时冲动而导致这个资金的流失。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12生肖2025年这个运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比如事业、财运身体健康、感情、风水等等都可以想有问题的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查看并免费的解答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说这个财运有吉星的月份是在呢这个农历的2月、5月和9月这几个月份。这几个月份呢，吉星的影响会比较强烈一些。那么财务的决策上容易获得贵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涉及投资、合作项目时，有望有稳定的这种
这个回报和增加财务的收入。这段时间呢，这个适合进行长期的财务规划和投资布局，对未来的财务增长奠定这个很好的基础。那不好的月份在哪里呢？农历的4月、7月和11月，因为值太岁的影响，在这些月份呢会比较明显，凶星劫煞它就会趁势而出，导致意外的这个财务的实力或者投资的失误，特别是在处理大额资金时，一定要保持谨慎，避免呢过于激进和财务这方面的决策。建议属蛇的人一定要做一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化解这个凶星、这个劫煞的这种威胁。他就会在这些月份呢，采取的保护你的这种吉星的这种照拂。这样呢，就会确保资金的流动性，以应对突发的这种状况好，下面还有几个网友的提问这个我要重点的讲一下吧。刚才我这个多次讲到这个蛇年属蛇的本命年会犯太岁你看这边就已经有好多网友在问。蛇年属蛇的犯太岁有什么样的破解的方法？另外呢，除了蛇年这个属蛇的犯太岁，这个其实还有其他属相也会在蛇年犯太岁网友们得注意了。那我举例子2025年这一年犯太岁的属相还是有好几个。第一个就是属蛇的。这是犯太岁最厉害的，就我们现在正在说这个属蛇的，因为它是值太岁，同时又是犯太岁最厉害的一个属相。第二个就是说对冲的这个冲蛇的猪属猪的这一年也是犯太岁很厉害的，因为它犯冲。那什么是犯太岁？犯太岁就是我们所说的12地支、12个生肖，它这个形成了刑冲迫害刑冲克害，它就造成了犯太岁。那蛇年它对冲的就是猪还有这个属虎的，属虎的是寅巳相刑，就是刑太岁。还有属龙的害太岁同样属猴的也是犯太岁尤其是这几个属相犯太岁是非常厉害的。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那一犯了太岁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轻则是犯小人破财，重则血光伤灾，或者有手术伤灾，再重的呢可能就会挂掉。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看得不当回事儿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看得重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太岁不能小看。我曾经有一个客户他就告诉我他这个是属龙的，去年吧这算是还没有过完，他是属龙的。属龙的本身在甲辰年犯太岁很厉害，他提前去年就这个我给他做了拜太岁的法事，然后前一段告诉我，哎呀，他说感谢大师，你真是这个我做了这个拜太岁，今年感觉特别的顺。他说我那些同事们还有同学们整天的抱怨这个今年怎么这么不顺这个出了好多事儿，有的甚至动手术住院。
这个时候他真的亲身体会到、感觉到这个做拜太岁确实对他有很好的这个化解的作用。因为他的很多朋友、同事、这个同学啊，都是和他一个属相的嘛，一个属相，他们也不懂得怎么去做这个法事，啊，这个也就没有做。但是呢，岂不是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尤其是值太岁这个年份的这个犯太岁，那很厉害的。他这位女士，她还说她还有2个同学啊，今年离婚了还。所以说，哎，她觉得今年哎这做一做真的感觉不错，挺顺的，啊，那一次又给我介绍了好几个朋友，让给他们做这个法事，给他们又做了做还阴债，啊，补财库的法事。这就是他们体会到做法事的这个重要性和这个效果，他会自然而然的会给你介绍很多朋友的。当然，我们这一行也是啊，为众生啊祈福攘灾，啊，这个也能够啊拯救很多人的啊。好，我们继续再说，在这个事业方面呢，这个运势呢波动比较大，啊，由于值太岁的这个影响，属蛇的人在工作当中容易感受到较大的压力，特别呢是在面对复杂的工作、任务或者是团队合作时，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阻碍。尽管五行属火的乙巳蛇年激发了属蛇的能量和他的这种工作的动力，但这种过于旺盛的火气也容易导致压力过大，啊，出现焦虑的情绪，影响工作的效率。但是它有2个吉星，比如说这个禄勋星和天德星的加持，啊，它会在事业上给它带来一定的助力，啊，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贵人的相助，有望在职场中取得这个突破，特别的是在创新项目和技术领域，啊，能够出色的这个展现出他的领导能力和专业的技能。不过呢，值太岁还是犯太岁这个影响啊，对属蛇的人在职场上啊面临更多的挑战，尤其是在与同事或者是上司的沟通当中，啊，容易因意见分歧而产生矛盾。所以这个凶星指背煞、天恶煞啊，它会导致这个在职场中遇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啊，特别是在团队的合作当中，要特别的注意同事的沟通，避免情绪上不稳影响整体的工作氛围。因为值太岁也可能让这个属蛇的人感到职场中的这个孤立感，啊，建议这一年要加强与同事和上级的沟通，避免因误解沟通不畅而影响工作这种进展。那它吉利的月份一般会在哪个时间段呢？就是3月、6月和10月，这3个月会迎来最吉利的月份。这些月份呢，因为有这个吉星、禄勋星的这个能量的加持，所以在工作当中呢，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涉及到创新项目、业务拓展、团队合作。所以通过自己的他这个努力，会获得上司的认可和支持。这段时间呢，适合积极争取啊升职机会，啊或者参与重要的项目的计划。那也有不利的月份，那不利的月份是在4月、8月、10月，这些月份，凶星指背煞和天恶煞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一些阻碍或者突发的这种变故，啊，特别是呢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当中，啊，团队合作的时候，容易因为沟通不畅或者沟通误解，导致工作的这种进展受阻。所以说呢，在这些凶星的月份，要保持冷静和耐心，
避免因情绪波动影响整体的工作表现。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有刚进入直播间的，我是三亮道人现在正在给大家解析12生肖在乙巳年当中的这个运程，帮助您呢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有问题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在感情方面25年呢，这个感情生活来说呢，它是一个波动较大的年份。由于这个犯太岁的影响，他在感情生活当中容易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绪，特别是在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与伴侣的关系。吉星、红鸾星和天喜星的出现，它会给感情生活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对单身的这个属蛇的人来讲，有机会呢在这一年通过这个社交活动或者是朋友介绍结识到理想的伴侣。但是已婚和已有伴侣的属蛇的这个人呢，那在这一年呢，有机会通过共同规划未来增进感情关系但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犯太岁带来情绪波动，可能会导致感情上的摩擦，特别的是在处理生活琐碎的事儿或者说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情绪不稳而与这个伴侣发生争执。所以说建议这一年呢，要多加关注和伴侣的感受避免因小事激化矛盾。再一个呢，凶星、孤煞星和天狗星可能呢会对感情影响感情生活会感到这个情感上的孤独和隔阂，尤其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生活节奏紧张的情况下容易忽视伴侣这个情感需求，导致感情出现问题。所以说在这一年应该和伴侣多加以沟通，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感情的稳定。它吉利的月份呢是在2月、4月和8月这几个月因为这几个月它有吉星、红鸾星、天喜星的这种这个照应，发挥较强的作用，所以说呢，容易在这个月份呢适合去找对象适合去谈对象，特别是在社交活动当中通过朋友介绍职场中的这种互动有望结识到理想的伴侣对于已婚或者是有伴侣的这人来讲，那这几个月的感情生活是比较和谐的，适合共同制定未来的计划和增进感情。那不好的月份呢是集中在阴历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农历的7月、9月和11月，这些月份因为有凶星、天狗星和孤辰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呢，容易因为感情波动和工作压力的和伴侣发生争执，特别是沟通不畅的时候，感情容易出现裂痕。建议在这个不好的这个月份多关注伴侣的感受，保持良好的沟通，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好，我们再说说这个感情方面的事儿健康方面的事儿。刚才我们讲了感情方面健康呢，这个因为还是犯太岁的影响，整体需要格外的小心。尽管五行属火，它会带来部分的积极的能量，但是过度的火气还会导致健康的问题，尤其呢是在这个情绪和压力管理方面容易这个过度焦虑和紧张而影响身体的状况。又因为呢吉星、天德星在健康方面为这个属蛇的人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帮助属蛇人面对健康问题能够迅速的恢复。但是呢，凶星、天恶星和劫煞星可能还会对他健康带来一些隐患。
特别呢是意外伤害和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所以在25年特别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劳累或者因情绪问题而影响健康。此外呢，就是你外出旅行或者参加冒险活动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还有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以防意外事故发生。所以健康方面呢，它这个比较好的月份，5月份、9月份和12月份这些月份健康方面都会比较稳定特别是吉星的保护下属蛇的人能够通过锻炼和调理身体来增强体质避免疾病的发生。不好的月份呢是农历的4月份、6月份和7月份这几个月容易这个因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紧张而感到身体疲劳，在长时间的加班呢或者生活不规律的情况下呢，健康可能会出现恶化。所以建议在这个不好的这个月份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这个疲劳。好，我们总结一下在2025年乙巳蛇年，尤其是对属蛇的人犯太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这个波动会大一些。尽管五行属火带来了部分的这种积极的能量，但是呢，犯太岁它还会引发情绪的波动和压力增加，使属蛇人的这个事业、财运、感情、健康方面面临一定的挑战。吉星、天德星、福星和禄勋星它是为这个事业和财运会提供一些支持帮助这个克服一些难关。但是凶星、劫煞星和天恶星和指背星，它也会存在对属蛇的人呢带来一些不好的这种影响，一定要谨慎的对待，特别是处理财务的时候，财务工作、健康问题，务必要理性、冷静的规划和这种稳健的策略去化解针对2025年的这种挑战迎来更多的成功的好运。那这个方法就是要请我们道家的人给您做一做化解太岁和拜太岁的法事，这样呢，一定你会获得这个很好的这种顺利的这种运势。